这里是新加坡，国土面积719平方公里，相当于深圳的1/3，连北京通州区都比不过，也就是个县城的大小。网上有种说法，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，没有之一。一个县城大小的地方住着560万人口，跟香港密度差不多，但香港住房有很多是这样的，这样的。但在新加坡几乎没有这种现象。那么新加坡普通人、穷人、富人都住在什么样的地方？咱们接着看地图，这个是新加坡的祖屋，78.8%的新加坡人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。从外形上看很好辨认，一般外墙统一刷漆，或者大家票选颜色。新加坡政府每隔几年就刷一次。粗看其实跟咱这里的小区差别不大，细看则不同。从上看，新加坡祖屋看着好像差不多。但是没有阳台啊，有的也都封了起来。往下看，1楼是空出来的，没有店面，这里不住人，说是为了防潮才这么做的。不过这里运动、打球，也能举办红白喜事等等。室内的话跟咱商品房区别不大，买了以后自己装修呗。不过很有意思的是，室内或者走廊里有垃圾通道，不用下楼，就这样打开，倒进去垃圾，关上，完事儿。懒人的福音啊！但是这是因为新加坡在家做饭的数量占比不大，而且每天3遍都有专人去楼下清理。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通用，湿垃圾太多，太难处理了。这就是祖屋的房子，然后整个祖屋是可以随意进入的。国内小区是商品房，一般有保安。新加坡的街头中文普及率很高，你看这些街头小店，如果1小时后你空降在这里，基本的沟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还有绿化，新加坡的绿化是真的很 nice， 环境很舒服。祖屋是政府福利房，说白了就是廉租房和经济保障房的合体，是由新加坡政府统一修改，比市场价低接近3成，质量还不错，好像隔音不是很好，外国人不能买。祖屋买房、租房都有补贴，一般是薪水越低，补贴越多。你看这上面写的，收入不超过1500美元的可以补8万，这只是其中一种，还有很多类型的补贴。上面的是普通人住房，新加坡自有房率是90.9%，世界第一，基本上人人有房。祖屋工作个4到8年就能买了。要是公寓商品房的话，新加坡人自己也买不起。接下来是富人的世界，别墅。新加坡的别墅住的人不多，标准的富人区，因为地实在是太少了。要是美国，别墅就是普通人的标配，所以只有5%的人住在这种地方。你像这种粉红的区域，就是新加坡的别墅，肉眼看的还不少。咱们点进街景看一下，先看个入门级别的别墅，这种叫排屋啊，房子之间几乎是连在一块儿的。你看房跟房之间很紧凑。这底下一般就是你家的车库，楼上种点花、种点草什么的。入门价200到300万新币，约合900多万人民币吧。更有钱的就住在半独立式洋房和独栋别墅。走，去看一下你家。你看这装修，一看就是神秘的有钱人啊！游泳池啥的应有尽有。像这种房子那就贵了，1000到5000个 W 之间吧。咱们再多看几个过瘾。你像这种也是。底下就是车库，你看它的门多高级，而且他们这里绿化很好，你看整个街道两旁都是树。你像那种上亿的豪宅也有，但是更少了。大家基本知道了，新加坡富人的住宅跟其他地方有钱人没啥太大的区别。新加坡的主要特色还是祖屋。话说新加坡独立以前比香港还要拥挤，到处都是贫民窟，下水道住满了人，一到雨天街上都是粪水。后来李光耀提出居者有其屋的想法，于是力邀设计师刘泰阁回国。一开始欧洲的设计师想把新加坡规划成英法那样低矮的建筑，要形象不要实用，遭到刘泰阁的强烈反对。若是按照英国走，光要好看，100年后人人会为了一个房子抢破头。而事实证明了刘泰阁的正确，现在的新加坡风雨连廊，垂直绿化，交通、购物、医疗、地铁、银行等等，在新加坡任何一个区位5到10分钟内都可步行解决。今天刘泰阁主要活动在中国和新加坡之间，也为我国的城市规划做出了一些建议，譬如陆家嘴的城市规划，譬如一张蓝图干到底，先功能后形象等建议。基本上这就是新加坡普通人和富人的住房情况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跪求关注3连，下期见，拜拜。